蓝海洋，白月光，相互依傍。手中花绽开了，悠悠芬芳。想为你唱一首高歌理想，漂流的我的梦，诉说冬夏。让深情的思念羽化成蝶，手中线缝上了忧伤离别。这温暖结成茧，遮挡风雪，让记忆停留在金色岁月。流光溢彩的人生，粉墨登场，好戏上场。这弹指之间，一字一句难忘。彼岸花开，悠悠岁月，尘埃飞扬。哎，你别看啊，这格子还挺别致的，和我这帽子还挺搭的。你这手艺和审美都快赶上你师傅了，你就可以出图了。你满意就行了。满意满意。张伯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这人平生不求人，也不欠人。辛辛苦苦帮我改了马甲，我得送你一张照片。不用，你不用跟我客气。都是手艺人，也得让你看看我的手艺。谢谢。小野，过来一下。你阿姨呀，最近的精气神大不如以前了。我们俩聊天没说两句，她就昏睡过去了，老长时间不醒，晚上还总念叨。我看她这是想家了。她之所以在医院这么撑着，都是为了他儿子，要不然你跟小军商量商量。从检查的结果来看，癌细胞呀有扩散的趋势，我们还是要做放化疗，尽量的控制吧。但是我得提醒你，做最好的准备，做最坏的打算。咱不说最坏的打算，我们能做些什么？让病人尽量保持好心情，配合我们治疗。再说了，
生活中他总有什么盼头和念想吧，你都可以帮他实现一下。哎，这张几岁啊？小军4岁的时候，去游乐园玩。那时候个子还不高呢，看。哇，你年轻的时候嘎漂亮啊，云姐。哇，说起这张照片才有意思呢。是当时我在裁缝铺做学徒，我师傅给照相馆的老板做一身衣服，没想到被我师傅做小了。我去的时候，照相馆的老板就冲我大发脾气。所以说，这张照片现在还放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啊？老板去世之后，他的儿女又不懂摄影，所以就没有继续经营下去了。哎，太可惜了。他要是活着，我肯定也去找他拍一张。你拍肯定好看呀。妈，张花姨。哎，小军，什么呢？看你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儿。核磁报告取回来了。啊，出来了。赵医生说了，情况挺好的，没发展。你拿给我看看。只有骗子啊！这我又看不懂。对啊，你又看不懂。医生说了，没事就没事儿。云姐，您这个是小军几岁呀？这时候上小学了。来，准备好了，开始啦！啊！1、2、3。小军真厉害，把妈妈扳倒了啊！你以为我长大了呀？长大了，有肌肉吗？有，哦，看看，这儿肚子有没有？给妈妈看看肚子有没有？肚子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小娟，人的命有一半都是注定好的，像是你会遇到什么人、什么事儿，不管是好的坏的，这都是缘分。但是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，有什么样的结果，就是要看你怎么做，不能听别人乱说。妈，你说我们俩上辈子是不是母子啊？也有可能是兄弟姐妹吧。我觉得就是母子。我上辈子当你儿子没当够，这辈子又来找你了。妈，上辈子留的遗憾，这辈子别留了。有你在，妈妈就没有遗憾。
妈妈，你笑一下。哎呀，这在医院里有什么好拍的？以后我每天都给你拍一张。头发弄一下。小军孝顺，你让他拍，笑一个。哎，好看。哎，谢阿姨，你在那儿，我给你拍一张。不要，挺好的这个。哎呦，春花，来看看。哎呀，你说现在多发达，拿个手机就能拍照片。哎呦，老了不上相了，好看了，挺好的。哎呦。小军，你这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啊？这是我那个老手机里的，都导进来了。不是，我问你什么时候遇到他的，在哪里遇到他的？这是我上次去日本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大叔。当时我被骗得身无分文，那个大叔还给我买了饭。后来我用他的手机给你打的电话。临走的时候，大叔还借给我钱了，我要了他电话和地址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您中文说这么好，是不是在中国待过？年轻的时候待过一段时间。那段时间真的是很让人难忘。喂，小娇，你是什么时候遇见他的？我上次去日本的时候偶遇他了，当时就觉得很亲切。小娇，难道他真的是小时候跟我妈妈关系很好的那个日本叔叔？是啊。你妈知道这件事吗？他今天看了照片，然后就不说话了。我们都没再提起过这个人。啊，你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可能就是没有跟他走在一起吧。云姐，哎呦，你看，这发小叶子了，啊，还真是啊，嫩嫩的，呀，刚长出来的。晒了阳光就是不一样。阿姨，姨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过2天我妈过生日，我想给她挑身合适的衣服，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选，想让你跟我一起去逛逛。行啊，把小军也叫上，一起去。小军他这2天备课应该挺忙的，我就不喊他了。哎，你去。那行，我先陪你去，给你妈妈挑身漂亮的衣服。你妈妈平常喜欢穿什么颜色？我妈喜欢紫色的，但是最近也开始喜欢红色了。年纪大一点啊，就喜欢穿颜色鲜艳的衣服。对，他们都那么跟我说。阿姨，今天谢谢你陪我出来，挺好的，这样还可以出来转一转。哦，阿姨，对了，我有东西忘取了，我得去拿一下。行，你别着急，我在这等你啊。好。
车上。长椅上面流动着熟悉的画面，有时是一阵花香的味道，让那些年恍若昨天。时光被刘海不懂相聚与离开。当我有一天剪去了长发，才发觉相见有多么珍贵，因为我们见一次少一次，见一次少一次，努力忍住不去回头看，终于承认回忆瞬间变老。好久不见。某种符号去想念，像那难启齿的语言。我在医院待久了，觉得最难过的不过是生离死别。没想到久别重逢，也可以让人这么难过。他们为了这次重逢，等了20多年吧。我妈偶尔跟我提起我爸，都是用那个人代替。但这位梅叔叔，我妈从来没有提起过。也许真的想念一个人，就不会经常把他的名字挂在嘴边。梅叔，您就住家里吧，家里总比宾馆舒服。这床单被罩也是新换的。小娟，谢谢。您早点休息。哦，小娟，能再跟我聊一聊你妈妈的事情吗？
当年你妈妈说会带着你去南京跟我会合，我非常高兴的就跑去了巴士站。我在那里等了很久，找了你们很多次，但是最终都没有接到你们。但是我理解她的顾虑。一个妈妈带着那么小的你去另外一个国家生活，这本身对她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难的决定。这20多年来，我会常常想起她。我想着，远方的她或许也在想念我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なたも。活到我这个年龄，我回头看，发现我的人生里最开心的时光，就是跟你妈妈相处的那1年。我这一辈子都在反复怀念那段时光。每当我想起她，我就会看天上的月亮。我想过，也许她跟我一样，我们看着同样的月亮，想着远方的人。梅叔叔，那您没成立家庭吗？云姐，你当初为什么没跟你梅先生最后走到一起啊？那个时候呀，我们俩在一个工厂，是一家日企。他是工厂的负责人，平常对我特别照顾。时间久了，你知道，厂子里就有人传闲话，这传着传着，就传到日本公司去了。他为了保护我，就回了日本，而且还跟我说是正常调动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其实啊就是被日本公司遣回去的。真是个好男人。他临走的时候就问我，有没有想过跟他一起回日本？可那个时候，小军还小，大概就是6岁。我就犹豫来犹豫去，就没有回应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托人告诉我，他在南京等我。我犹豫都没犹豫，我就赶紧收拾行李，带着小军去南京找他。可到了南京，小军就生病了，而且还做了手术，我们就这么错过了。这都是命吧。之后呢，就没再联系。2只青蛙2张纸，2只青蛙2张纸。哎，别等一下。哎，有个日本来的电话，说让你回个电话过去，号码我记下了，我给你拿去。哎，不用了，以后这个电话再来找我，你就跟他说我不在。哦，好的。谢谢，打扰了。
他总是彬彬有礼的，像个君子，待人也是真诚细腻。其实他走了之后，我挺后悔的。我后悔，我错过了一个这么好的男人。我已经错过了你的妈妈，心里还想着她。如果我跟别人在一起，就是错过身边的人了。当年也是因为我才错过的。如果当初我妈妈狠下心来跟您去了日本，要您照顾她，也许她不会得这个病。我妈这辈子都在为我活着，好不容易把我盼大了，却得了这么个严重的病。看着她每天承受这么大的痛苦，我什么忙都帮不上。小军，你能陪在你妈妈身边，就足够了。他就像是我32岁那年做的一个梦，我努力争取过，可梦就是梦，它不是现实。毕竟我还有小军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其实啊，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也特别苦。有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累，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他。我觉得他会在远方牵挂着我，想念我，这就够了。梅先生，即使知道这又会是一封不能寄出的信，我还是忍不住想跟你念叨。你走之后这么长的时间里，不管是幸福的时候、难过的时候，还是艰难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你。最近很感慨，医生诊断我得了乳腺癌。小军正忙着高考复习，奔着他想去的城市。我得病的事不敢告诉他，不想让他为我担心，也不想成为他的牵绊。癌症如果能像感冒发烧，只要打针吃药就会好起来，那该有多好！我以为我自己特别坚强，但是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，我还是会感到深深的恐惧。生死攸关的时刻，我突然特别想念你。如果你在我身边，哪怕只是握握我的手，我也一定会特别踏实。我知道你守在手术室门外，我也肯定舍不得离开，一定会醒来。虽然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，变成了什么样子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，但是你的存在
就像是我暗透了的生命里若有的光芒。我刚才做了个梦，梦见我们在日本，你带我去看樱花，樱花真的好美，我特别开心。可我突然找不到你了，我一着急就醒了。ごめんね。俺本当に何もできないよ。畜生！畜生！公园的长椅上面，流动着熟悉的画面，有时是一阵花香的买不着。味道，你饿了吗？让那些年华。ご飯食べた？まだ食べてないです。弁当。あ、お弁当。はい、お弁当。私作った。あ、これケイさんが全部作ったんですか？あ、食べる？あ、私が食べていいですか？すみません。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。美味しい？めっ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です。うまい。这个只有在苏北才能吃得到，是传统的手艺。传统的手艺。估计你也没听懂。我曾以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早上吃的多，精力满满的一天。美味しい？美味しい。真没想到，你俩年轻时还是文艺骨干呢。哪有啊？要不是有退堂的鼓励，我连台都不敢上呢。哎，刚好过2天我们科室要办一个晚会，大家一起来热闹热闹呗。不行，我们都这个年纪了，那是年轻人做的事儿。哪有啊？大家都带家属过来的，跳跳交谊舞什么的，一起来嘛。我这个身子骨，跳不了舞了。我觉得吧，可以试一下。哎，就是嘛，啊，我们热闹热闹，整天躺在病床上都要闷死了。说话。哎，谢谢。好，好，好。4、2、3，4、2、3，5、6、2、3，7、2、3，8、2、3，9、咱们俩别跳了，人都看着呢。你跳的比我好，跟年轻的时候一样，到哪里啊都是欢迎。那只是在你眼里吧。好了，那我们休息一下。
行，坐一会儿吧。谢谢你还留着。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我不急着回去。那你在日本的家人？我没有家人，我没结过婚，我没有孩子。现在唯一想关心的人，就坐在我的身边。俺はもう帰らん。你能来看我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我们都一样，我们都一样。我还有件事情想要问你。你走的那一年，小军还没上小学，我收到过一个3000块钱的汇款，是不是你呀？时间我计算好了，我想着小军大概要上小学了，你可能会有需要。所以你就用了别人的名字把钱汇过来了。还是太桑聪明，被你猜到了。除了你，还能有谁呢？但是，除了第一笔汇款，剩下的都退回来了。我亏欠你的太多了，我不能再一直接受你的帮助。我只要知道，在遥远的地方，有一个人一直挂念着我，这比收到钱更能让我踏实。休息好了吗？真是老了，才跳了一会儿，这身体就力不从心了。泰桑，已经跳了很久了，我看有些小姑娘都跳不过你。冷不冷？
好久没看我妈这么开心了。今晚的月色真美。是呀，风也温柔。我等这句话已经等了很久了。我以为我不说，你也会知道。我一直都知道。当时他们俩就那么静静地站着，好像整个世界就只有他们俩。我很庆幸，那段时间我是陪在母亲身边的，没有错过她人生里最幸福的笑脸。今晚的月色真美，风也温柔。也许星光草木才懂得你的孤独，像绿春天的风，解冻开寒冬的路。时间数着脚步，爱升华着温度，用守护当屋檐，遮挡着大雨淹没。等日出，回头看，以为的平常却藏满眼泪心酸，难计算。向前看，再难的远途，我也要陪着你走完。步履阑珊，四季流转，让我成为那道光，照亮彼岸，和你去看人间依旧灿烂。回头看，曾经的风筝在母亲手中飞旋，天微蓝，向前看，崎岖的明天，我也要陪着你走完。相依为伴是你教我